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兰香如故写出演技颠覆古装剧。2026年起，观众从看脸转向读心。镜头推进，谭松韵睫毛上凝结的血珠在微微颤抖，这不是特效，是演员用生理反应传递的极端情感。当观众能够通过一次睫毛的颤抖，一次瞳孔的收缩，感知到角色从绝望转向仇恨的完整心理过程时，古装剧的审美标准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颠覆。2026年4月21日，在腾讯视频开播的《兰香如故》以一场无声的革命，精准命中了时代脉搏。就在剧集播出前不久的4月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罕见地召开了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并推动行业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这场会议的召开以当天开会、当晚发文的紧急方式进行，标志着一场针对国产剧颜值至上畸形审美的整顿正式拉开序幕。而当兰香如故以6080新视觉电影理论镜头语言将观众带入角色的瞳孔深处，用谭松韵一人分饰两角，年龄跨度64岁的极致表演回应市场的呼唤时，这场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市场爆款，在2026年的春天形成了奇妙的共振。粉底液将军这个在2026年3月成为全网群嘲焦点的网络热梗，源自古装剧《逐玉》中张凌赫饰演的少年将军谢征因战场妆面焊死，零瑕疵冷白皮而被网友戏谑的现象。这背后是古装剧长期依赖颜值至上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现象的极端化，最终触发了监管层面的强力回应。2026年4月2日深夜1时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通过官方公众号振兴国剧发文，通报当天召开的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在这场会议上，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等所有主流视频平台，以及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视等头部制作公司的负责人都被召集参会。会议的核心精神被概括为：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注重演技和作品质量。政策层面明确反对的不仅是表面的妆容精致，更是明星中心制下创作让位于流量与颜值，导致角色失真，叙事逻辑让位于外形包装的深层创作生态。会议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演什么要像什么。兰香如故以去滤镜化的实践，恰好成为座谈会精神的最佳案例。这部剧的选角没有追求标准化的网红脸，而是在服化道上采用古朴还原纹样的体系，服饰色彩随角色成长变化，结合市井与宅院双重视角展现封建生存图鉴。谭松韵在剧中从娇贵嫡女沈佳兰到白发老妇的跨度，不是通过夸张妆容完成的变脸戏法，而是通过表演的层次感构建的真实年龄感。更重要的是，这部剧的爆火证明了市场成功与专业、健康的审美可以并行不悖。开播前预约量冲破300万，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人口全挤在屏幕前等待开播。当政策引导与市场爆款在此刻形成合力，标志着行业审美标准一次明确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转向，从看脸到读心，微表情成为新叙事语言。传统古装剧的表演范式往往建立在几个固定的坐标上，华丽的造型是吸睛的第一要素，宏大场面是彰显制作规模的标配，密集台词是推进剧情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模式下，咆哮式表演一度成为表达强烈情绪的标准答案。
印小天在《良辰美景》中饰演的渣爹顾德昭，就因吹胡子瞪眼具象化，演技浮夸，像在演小品而遭到大面积吐槽。观众不是不接受演员放，而是接受不了放到失控。当印小天在训斥下人时，恨不得把眼珠子瞪出来，眉毛和嘴角一起上扬。网友精准吐槽，印小天怎么演什么都像下一秒就要开始跳海蓝之家舞蹈。这种吹胡子瞪眼式演法，放在话剧舞台上或许有感染力，放在特写镜头前就是灾难。兰香如故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她相信沉默的力量，相信微表情的叙事价值超过千言万语。谭松韵在这部剧中实现了从甜妹到复仇主母的蜕变，但这种蜕变不是通过妆容变化完成的表面转换，而是通过身体语言的重构实现的。作为世家嫡女沈佳兰时，她颈杯笔直，指尖合拢，尽显名门闺秀的端庄。顶替丫鬟许兰香身份后，她走路时左脚微托，呈现出卑微、谨小慎微的感觉。这种收与放的对比，被6080新视觉下的高清镜头放大到极致。关键场景的处理最能体现这种表演哲学的转变。当沈佳兰家族遭遇灭门惨剧，她从云端贵女跌落泥沼，顶替丫鬟身份潜入仇家林府。在与地里跪得浑身发抖的场景中，谭松韵没有选择嚎啕大哭，而是让眼神狠得像藏了冰碴子那种低头回话时眼底的怯懦与隐忍。被刁难时偷偷攥紧拳头的倔强，每个细节都精准传达着角色的内心世界。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琪同样如此。起初观众骂他是负心汉，沈家出事立刻退婚，转头攀附权贵赵家。但正片上线后，那套曾被群嘲古装丑男的素色圆领袍加黑色网巾造型，被考据党扒出是高度还原南宋赵亳云墓出土文物。他的丑是隐忍，他的冷是挣扎，想护护不住，想爱不敢爱，全藏在那些细微的眼神里。这种以读心为核心的观赏体验，重塑了观众与角色的关系。观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成为主动的心理解码者。当两个角色在沉默中对峙，一次眼神的交换，一次手指的轻颤，甚至呼吸节奏的变化，都成为比任何言语更有效的叙事语言。兰香如故的爆火不仅是一部剧的成功，更是一场审美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将深刻影响古装剧的创作生态，从演员选拔到剧本创作，从制作重心到评估体系，都将经历一次全面的重塑。对演员群体而言，内心戏热潮将抬高演技的门槛，依赖颜值、表情模式化、瞪眼式表演的流量演员将面临严峻挑战。真正的考验将不再是五官压倒三观，而是能否通过微表情传递复杂的心理层次。田曦薇在《逐玉》中被赞誉1秒内完成愤怒不甘、绝望因恨的情绪切换，靠的不是夸张瞪眼，而是瞳孔收缩、下颌微收、气息停顿的精准配合。而失败的案例则陷入表演哭的陷阱，像韩芝在《大生意人》中猛吸气挤泪，嘴巴用力撇，情绪像被强行塞进脸里，毫无递进层次。体验派与方法派表演功底的重要性将前所未有的回归。演员需要理解角色的心理逻辑，构建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反应。杨紫在《国色芳华》中被背叛后肩膀微颤，泪在眼眶打转却不落，嘴角自嘲笑意，用克制传递更深的破碎感。这种表演的颗粒度将成为衡量演员专业能力的新标尺。对编剧创作而言，此风向要求必须深耕人物心理逻辑，剧本需要为留白和潜台词提供空间，减少依靠大量直白台词或狗血情节推进剧情及注水的创作惯性。编剧需要构建能够支撑细腻表演的剧情和人物关系网，
让每一个眼神都有来处，每一次沉默都有重量。古装剧的创作逻辑也将因此重塑，制作重心可能从服化道的外在比拼，转向对表演指导、剧本心理描写的深度投入。评估体系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成功指标可能从颜值热搜更多转向演技高光时刻、细节解读等。当观众开始讨论谭松韵睫毛上写珠的颤抖如何传递情感，而不是单纯赞美她的妆容有多精致时，评判标准的转向已经悄然发生。类型融合的趋势同样值得期待，内心叙事可能与悬疑、权谋等古装子类型更深度结合，催生更高级的剧作品类。想象一下，当权谋斗争不再依赖冗长的台词交锋，而是通过角色眼神中的算计与犹豫来呈现；当情感纠葛不再需要煽情的告白，而是通过呼吸节奏的变化来暗示这将催生怎样的叙事可能性；当内容真正为王，兰香如故的现象级表现与政策导向的共同指向已经清晰。古装剧行业正在回归内容本质，表演的专业价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场从颜值及正义到演技及王道的迁徙，不仅是观众品味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健康的必经之路。在2026年白玉兰奖的预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已经浮现。肖战凭借《藏海传》的微表情演技、情绪层次感，被北电纳入教学案例，更拿下 SMG 品质盛典最年轻视帝荣誉。然而他面临的困境是白玉兰近13年的古装题材壁垒。自胡歌凭借《琅琊榜》拿下视帝后，13年间再无古装剧男主登顶。白玉兰评委长期偏爱现实、年代题材，肖战的突围之路，恰恰是古装剧能否通过演技为王、打破题材壁垒的试金石。这场审美革命淘汰的不是某类演员或编剧的标签，而是浮躁、速成、脱离艺术本源的创作心态。当政策与市场共同将内容为王奉为圭臬，那些空有皮囊却无法入心的表演，那些只会编织空洞台词而无力构建精妙心理图谱的创作，都将面临时代的淘洗。兰香如故开辟的这条高阶叙事路径，未必会成为未来古装剧的唯一方向，但它无疑为行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观众看惯了千军万马的战场、金碧辉煌的宫殿后，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复杂的心理博弈反而成为了新的审美制高点。从场面奇观到内心奇观，这场静默的革命正在改写古装剧的游戏规则。当镜头能够捕捉到演员睫毛上写珠的颤抖，当观众能够通过一次眼神的流转读懂角色的万语千言，古装剧的艺术可能性被重新定义。在特写镜头下，一个颤抖的指尖可能比千军万马的战场更有戏剧张力。一次眼神的交锋可能比长篇大论的对白更直击人心。这种创作思路能否成为未来高品质古装剧的主流，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至少兰香如故用它在2026年4月的开播表现证明了一点：观众对古装剧的期待已经从简单的视觉享受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心理满足。这场从看脸到读心的审美迁徙，你会选择成为主动的心理解码者，还是继续停留在表象的视觉享受？